开始了。镜子，我好疼。好了，淤血已通，慢慢静养，不日或可痊愈。多谢婆婆。相遇即是缘分，姑娘不必客气。我去给你煎药，你先歇着，不可伤神。有了，婆婆。方才见你第一眼便觉不对，你的身体怎会变成这样？你至多只有1个月的寿命了，究竟遇到什么事儿了？那日皇后身死后，我被南疆的妖女伏击。你身中寒毒，的确会受到情动的影响。我让你冷落推开他，没让你……这下误会大了。我只是想让他好好活着，没想到你如今左右也是死期将至，与情动无关，用不着再冷落他了。你李池，大禹太子。殿下。
对联手，坏了殿下诸多好事。此次漳州，已让他有去无回。有去无回，这是何意啊？我们一路追杀，重伤了那女的，将她逼入了戈壁鬼境。纵使她有天大的本领，也只能困死在那魔鬼城里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殿下，小的们可是为您除去了个心腹大患。心腹大患？是啊。我分明说过叫他回来，听不懂吗？听不懂吗？活着回来！是我动。这几日相处下来，我发现少侠人也不错。小姐同他一同回安都去，我也放心。我也会依小姐所言，寻一条属于自己的出路。你要回你父亲的部落去吗？我要回到大风去，夺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你果然不是普通人。什么也瞒不过我的明珠小姐。明珠？什么意思？明珠，就是大漠里的奇迹，传说能为迷途的人指引方向。大漠的孩子，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明珠。我早已经嫁过人了，当不了你的明珠。我知道，那又何妨？他对你又不好，自然不配得到小姐的爱。小姐，您应该将眼光放得长远一点，寻个新人。就比如乖巧听话的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，小姐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。你在安都等我。前方便是安都，就要安全了。万事小心。这一路上，你当真就没有一句话想对我说吗？忘了，你不会说话。你我就此别离了。历史飞扬，如今山川遇见又翩然飞。
太子殿下果真守时。阿银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，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死。太子殿下，请自重。谢家的事儿，姑听说了。对不起，是姑没能提前杀了纳景子，护住谢家。我爹娘、阿兄枉死边关，边疆将士尸横遍野。此番我与那贼人，不止家仇，更是国恨。你真的放下他了？何止放下，我恨不得他千刀万剐，不死不休。这便是你与姑前来的目的。正是。我想与殿下做个交易。好，你需要什么帮助？说来姑听听。陛下病危，殿下登基在即，想必不想留有什么隐患。那纳景辞跟您流的可是一样的血液。如此大患，姑定然不会留着。只是，你有何计？纳景辞为人狡诈多端，我身负所相丸。原本是他为了监视我，逼我服下，现在刚好可以加以利用，诱其出现，将其围杀。你就如此肯定他会入套？我有十足把握，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说来听听。我要亲手杀了他。他可是你的夫君，你们相爱一场，你当真下得去手？我谢婉英的夫君，就该死在我手。好，姑是你的。阿云，这是做什么？我受伤流血，体内香气异动，他纵隔千里也能窒息。国师这份心机，真是令人生寒啊！强取幽禁，最后竟连你的心也玩弄至此。纵使姑也望尘莫及。现在我看清他的真面目，也不算晚。如今这梁尾山已经遍藏埋伏，姑不信他纳景辞没有一丝察觉，你与他关系今非昔比，就如此确信他会因这无端的香气冒险而来？会，纵使是刀山火海、无间地狱，他也会来。阿姨，先来客好。好得很。若是你死，恐怕会更好。国师这时候还一厢深浅，已然无用了吧？阿姨，你是自愿跟他结盟，全无胁迫？是。今日引我前来，
是你自己的主，想跟我做个了断。不错，知道你没有受他胁迫，我放心了。纵使没有殿下相助，你我终会走到这一天。阿言，你有过往，我无言辩驳。但是他绝不可留。阿言，你就这么恨我？是，那景慈，你处心积虑玩弄我、欺骗我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吗？这一刀，是为你满口谎言、自以为是。我从未。今日你我既做个了结，那便一字一句说清楚。当日你强取于我，曾与我父母兄长10万谢家军性命相险，是与不是？你确定是一家4口？我怎么记得谢家在永州还有10万谢家军？是。你与皇室血海深仇，曾与我说要与仇人不死不休，是与不是？是。你那家满门遭屠，是我祖父带兵亲手为之，是与不是？是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我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我谢家满门早已被你刻在牌位上，诅咒祭天。如今大仇得报，你是否痛快？这一刀为先人冤魂，家仇国恨。那景慈，那日我跪在纳氏宗祠前，与你结发盟誓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阿言，你就是这么想我的？是。是。我这个人生性凉薄，不懂情爱。可是我好不容易学会了，抓住了。可是从一开始，我就错了。这一刀是为我自己，被你所骗。阿言，我从未骗过你。你说的话，我一字一句都不信。除非我死，对吧？今生我对不起你，若有来世，没有来世，你与我生生世世永不相见。现在我们成家了，以后就不用流浪了，春夏秋冬我都陪着你。你想清楚了吗？你要是再进一步，我这次去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一个深情郎君，便是姑听了，都要险些爱上他了。好在阿英已不被他的谎言蒙蔽，姑甚感欣慰。我与殿下的交易已成，就此别过吧。阿英，你我青梅竹马，虽有误会，但姑待你一片珍惜。如今阻碍已除，你我之间再无嫌隙。跟姑回宫吧，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。阿英，有心事？那儿他虽中3刀坠崖，但他功力高深，未必身死。殿下若想高枕无忧，还需派人搜山，死要见尸。不错，你与姑心有灵犀，故意派人去崖下查他，但事未回禀，崖下并未见着尸身，看血迹，像是朝北去了。北境荒凉无人，驻兵甚少，若叫他逃了去，定是无迹可寻。我这一条捷径，往西北走，渡流水，比陆路更快，可达嘉兰关。务必加派高手，在他出关之前，将其截杀。阿英，你的狠绝，连姑也3分胆寒啊。怎么样？好点没？
你和夫人啊，还真是心狠手辣，天生一对呢。传太子殿下命令，立刻出战。是4卫兵的人，这4卫兵的人怎么会听李氏的号令？皇帝病重，太子监国，你再晚回去2天，李氏就登基称帝，君临9州了。往北境逃，走捷径，登水路，不出3天，便可到嘉兰关。不行，李氏一定也这么想的，或者说，阿英一定会让李氏这么想。我这一条捷径，往西北走，渡流水，比陆路更快，可达嘉兰关。阿英真厉害。你安排几个人一路向北，在路上故意弄点痕迹。至于我们要逆流而上。逆流而上？既然李治将兵全部调出了搜山，我们就回去闯后宫，进安都。是。哎，对了，你看看这个。这李治的门案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天你走了之后，我翻阅遗书，发觉事情不对劲，便夜探太子府，找到了这个埋案。这是因为皇帝长期服食丹药，毒其脉络，但凡所处，皆受其毒。可是李迟为什么健康无恙呢？因为李治根本就不是老皇帝的亲生儿子。这偷来的太子之位，他终究是坐得太久了。阿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自以为是，引出了这么多误会波折，还害得你全家。害我全家的是李迟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。你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是李迟所案？我收到了阿兄的血书。韩星，韩星，韩星，你看，你阿兄或许没死。
至多只有1个月的寿命啊！你身中寒毒，的确会受到情动的影响。我让你冷落推开他，没让你……唉，这下误会大了。我说过很多遍，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孩子。你吃里扒外，私通敌国，也配做一国储君？你设计围城，害我爹娘惨死，还大于无数将士，惨死边疆，你不得好死！韩星，韩星，援军未到，郑州失守，爹娘拼死护我杀出重围，我们被出卖了。我一定要活着回安都，查出事情的真相。大人，咱们这次为大禹做了这么大一件事儿，想必他也总该拿出点诚意了吧？那是自然，谅他也不敢食言，否则我大风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大人英明。走吧，1个时辰之内必须赶到联络站。是，大人。我们答应太子殿下的已经办到，全歼谢家满门。不知太子殿下答应我们的，何时才能实现呢？吾答应你，自然会给你。是。帅！行，安都。退！你说我杀了你爹娘，害死无数将士，岂止啊！
是不知道江明玉是怎么死的。是我杀的，是我亲手将毒药灌进他的嘴里。是我要杀了你，将你碎尸万段！驯服的畜生！我吃了他的这个孩子，然后在你面前一刀一刀将他凌迟处死。畜生！哼！终有一日，我取你狗命！阿隐，我不想留你一个人面对他，跟我走吧。我阿兄可能在他手上，我不能走。阿兄，我自有办法去救他。可只有我留在宫里，才能设法救出老皇帝。阿隐，你相信我，我会见机行事，不会跟他硬碰硬的。若你执意如此，我会留安武在宫中护理周全。你尽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李迟登基大典之时，便是他满盘皆输之日。家仇国恨终有一报，这一日我等了太久了，我一定要亲自跟他做个了断。江廷尉说，愿将族中贵女嫁给我，换10万边军助我登基。姑娶江氏为后，你可愿意？臣女恭贺殿下，觅得良人，得偿所愿。不许你恭贺我！小印，你以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登基？我要的从来都是你啊！只有你，谁都可以恭贺我，唯独你不能。臣女不配殿下厚爱，从今往后，愿殿下高坐明堂，娇妻美妾，尽享荣华，不必再惦念臣女了。谢我英啊，谢我英！因为你，故弑父少女，血雨腥风，闯出一条血路，你竟如此无动于衷。臣女已经受尽了情缘苦楚，此生只愿青灯一盏，常伴父亲。便是青灯不佛，故也留你在这皇宫的佛堂之中。谢无言，你这一生都休想再讨步。四方的院子，高高的墙。阿月，我终于理解了你当时的心情。小姐，回屋里说。走。怎么了？今早我照常上街采买，被一个人拦下。他说让您去悦来客栈找他。我怕是国师的人，就立刻来给您报信了。他若要见我，应该不会让我周折，不是他的人。近来安都危机四伏，你这几日先不要出宫去了。可是那个人说，你看了信就会去见他的。知小姐所忧之事，特带来了李迟谋反通敌的书信罪证。
请小姐亲来悦来客栈，盼为小姐分忧，大封陪彻敬上。我就知道小姐会来。那些证据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据我所知，李池是直接与大封韩王书信往来的。那个是老韩王，大封如今的新王是我。裴是我母亲的姓氏，我另有大封的名字，叫完颜彻。大封三皇子。回到王庭之后，我手刃了老韩王和我那几个异母兄长，如今我已是漠北之主。你以韩王之尊潜入敌国安都，就是为了来给我送书信？我知道小姐与李池有灭门之仇，特来相助。说吧，这些证据书信要我以何交换？小姐说话真让我寒心。那李池和你有灭门之仇，我给小姐报仇是应该的。索要交换，小姐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那，你要直接给我？直接给你，以报答小姐的救命之恩。此物确实对我颇有助益，但我不想挟恩以报，亏欠可汗。这样吧，若是可汗日后但有所需，只要不违背我心中道义，我定倾尽全力。有亏欠才有来往啊！小姐那么怕亏欠我，是不想和我往来吗？我夫君这个人心眼小，思虑多，若是知道我在外面欠了太多人情债，他会不高兴的。多谢。小姐与国师真是情深意切呀！她那么骄傲一个人，要在乎你高不高兴？他待我自然是最好的。没错，他待你赤诚，可你呢？就那么信不过他，来我这叙两句旧情也要跟踪至此啊！你没听我夫人说吗？我这个人心眼小。更何况，我们与你之间有什么旧情可续？你一个异国可汗，潜入安都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伤他？我自然是不会伤他。我与你这种人不同，我待小姐一腔赤诚。是吗？不过对你，那就未必了。哦对，上次见面我就想说，观国师脸色，怕是活不长了吧？我活一日，便护他一日。哎呀，无所谓，我总归活得比你久。你死之后，我与小姐之间再无阻碍。可汗，不好了，可汗！咱们的人入城的时候，让兵马司查到了，他们顺藤摸瓜，包围了客栈。一群废物！跟我走吧。可你给我带死胡同来了！想活命就跟我走。你是不是跟李池一伙的？你能不能动动脑子？这里是安都，不是漠北王庭，除了地面的路，还有地下一条路。地下？我勒个去！哪有洞啊？这不狗洞吗？你走还是不走？我要走一起走，我不欠你人情。追兵马上就到了，得有人坐而引开他们。我干嘛？哎！你以为我是为了你吗？我都是为了阿英。哎呀！怎么
舍不得走，我欠你人情，以后会还的。废话真多。东方醉竟然还活着！上！追！将东方醉截杀的暗毒！好狠的心啊，秀音！你将孤守的团团转，心里一定很得意吧？两位受苦如饥的三刀，你也捅得下去？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殿下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没错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同那纳景慈一样。今日姑就来教教你，什么是认命。你放开我！你若是觉得用暴力就可以让我屈服，那你就看错人了。我谢家没有一个软骨头。我不与你生气，这一巴掌就当是我还你的。不过，你若胆敢再动庞的心思，当心阿兄的命！阿兄果然在你手上？当然在我手上。70道酷刑下去，竟还能喘气。不愧是大禹最年轻的上将军，他的命可真硬啊！果然是你设计杀我全家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！我要亲手杀了你！你早有猜测的吗？我就知道，我的阿英最是聪明。可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明日一早便是我的登基大典，这局终究是我赢了。我绝对不会让你如愿的！你就是绝不会顺从！若是没有纳景慈从中作梗，当日你就该嫁给我。等到老东西一死，我便堂堂正正登基为帝。我何必用这些小小手段？其他人也不会死。不会，都是你和纳景慈的错。登基大典上，我要你穿上婚服，继续我们未完成的婚礼。
查清楚。你露面之后，除了皇宫戒严，李治还封锁了太子府。我想，谢小将军就应该关在此处的地牢里。我太了解他了。李迟这个人谨慎多疑，可是他不知道这世上有句话，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说不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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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嘴硬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鞭子硬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还敢瞪我？把你眼珠子给你抠出来！是你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杀进来的。怎么样？能走吗？走。一个不留。是。是什么东西？天野29年，刺史那家，马厩，木头。小枫叶怎么样啊？没什么，只是桶污水罢了。走。是你，那家的那个孩子，那家嫡子，那景次。当日多谢谢小将军照顾，今日投桃报李。一会儿会有人运送夜行，将你运出去。请吧。父皇，看在儿臣这么孝顺，日日为您侍疾的份上，您还是不肯将玉玺交给我。父皇，这又是何苦呢？早日将玉玺交出来，做太上皇颐养天年，不好吗？我不会让你的美梦得逞的。朕就算是死了，也不会将大禹江山社稷交给你这个畜生，一门都没有。可惜父皇只有我一个人，等你死了，这江山自然是我的。你根本不是朕的皇子，你是个贱民野种，你不配，你不配！你果然早就知道，所以才急于纳废刘仲，废除于我。朕只恨当初没有直接杀了你。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一向恭俭礼孝，恪守德行，神乎隐瞒了真相，是你多疑狠毒，才逼我至此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把玉玺交出来，我给你个痛快！玉玺，我没有玉玺，我见过几种人都不会认你，我倒要看看你的美梦能够做多久，做多久啊！我住手！我看看玉玺在哪儿，我告诉你玉玺在哪儿。我告诉你，玉玺就藏在一个。
不到的地方。禀殿下，不好了，府里压着的人逃了。全城搜捕，格杀勿论。是。什么？皇后，先皇后的坟茔闹鬼了？可不是，自皇帝病重，那坟茔夜夜鬼火不断，鬼影重重的。他们都说是娘娘英明不敏，要回宫复仇呢。偏偏是在这老东西病重之后，难道？我告诉你，玉玺就藏在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啊，哼，原来是这样。看来登基前要给母后迁坟了。天衍42年，太子李池登基为帝，并册封谢婉音为后。皇太子李池奉大行皇帝之遗诏，入奉宗挑，今于今时昭告天地，即皇帝位。今帝登基，百姓敬赠百福图。反贼李池，镇杀知府，谋反篡位，勾结大风，困死漳州。谢婉音，李池勾结大风可汗，亲笔摹写通敌手书在此，请诸君议观。
着了呀！证据都摆在这儿了，你有这样的证据，先帝驾崩之前，你为何不早拿出来？臣女此前被李氏关押软禁，才得以让证据，如今才大白于天下。若是先帝驾崩之前，有人问罪太子，本官主持御送，掌兵马司，定当第一个站出来问责太子。可如今，先帝已逝，太子登基为天子，我等维护他，非一家一姓，而是李氏江山的万久安宁。老臣恭祝陛下登基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李治并非朕的血脉。你个江廷尉呀！你保的哪家的江山社稷，万久长安呐！陛下，我虽然还没死，托你的福祉，朕没有死，不然我怎么能看到这么一出好戏呀？薛婉音，你是来杀朕的吗？我已经引开了守卫，时间紧迫，我长话短说。这里有一颗假死之药，陛下服下之后便可金蝉脱壳。慢着，我要用这颗假死之药换你一纸罪己诏书。天衍29年，纳氏全族，死于皇后与国丈的嫁祸，还有你的一己私欲。我要你为纳氏平反。来人呐！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没有朕的旨意，谁敢动他？江辰州力通外国，密谋造反，拖下去，革职处死！谁敢动手？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格杀勿论！现在得放开他！拖下去！陛下，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太子李治，年岁已高，难免心软。念在你与我是父子之情的份上，父皇。都这时候了，还搞那些父慈子孝的，荒唐！我真的输了。你，纳敬辞，杀了他！你疯了！你血海深仇的可是他，该怎么选还需要犹豫吗？你要让我杀老皇帝？满场朝臣，数万皇家卫兵，定然群起攻之。你这算盘打得也太好。可现在陛下的筹码在我手中。纳敬辞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这种人，终究会死在那可笑的爱情之下。可你还不够了情，胡为挖权！你疯了！宁为玉碎，但绝不违背心之所向。他教我的。李治，你输了。
一切早已注定，我情愿死于你身。你根本不配安然赴死。我要你下修罗炼狱，受百世折磨，为我谢家满门英魂，为明月，为绿珠，世世赔罪。这是我打算到我当年亲手为你的人，我也别无他求，只求你死生不要忘记。做梦！谢万一，我要你生生世世都无法忘记我。刚我等着你。那这次，这些天我遍寻医书，终于让我找到了破解夏枯之境的药方。只是这药方还需一味极为珍贵的药材作为药引——赤珠草。赤珠草，此药天下难求，据说只有李池的手里才有。难道这镯子封的是？这正是赤珠草的药汁。只可惜啊，这没有一丝丝希望了吗？把这镯子磨成粉，入药引啊！或者，去神殿前把那盆土挖出来呢？太少了。我太大意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李池怎么可能不留后手？他早就计划好。
好像在哪儿闻过。那个香囊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原来李治引发夫人的毒，用的就是这味蜘蛛草。大景子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这正是蜘蛛草，李治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漏了这一小包，勉强够做这一份药引。怎么办？江岩体内毒爆发了。怎么了？这是？阿言，主上，你疯了不成？这赤珠草做的解药只有这一份，你莫不是……救江岩，不成，这样不成，不能牺牲你来救孩子，一定有别的办法。江岩中毒10日较浅，这个解药或可分成2份。不可以，方子中的药材均为虎狼之药，若是没有蜘蛛草做引子，那便是催命的毒。蜘蛛草的分量，只能救下1个人。兄长，你该不是以为我是发善心，舍己救人吧？我是在妒忌。阿姨，阿秀，你遂了他的心愿吧。阿姨，他只是想把心声传给江岩，这是他当年想完成但未完成的心愿。
好看吗？好看。夫人身姿翩然，健若游龙。毒素已经进入体内，如今是发丝、双目，然后是耳鼻、肺腑，最后是四肢百骸，直到彻底死亡。属下再去查阅一下医方，看看还有什么应对之法。你知道吗？漳州城外，我一觉醒来，我就认出了那个人是你。如果换成是我，悄然来到你身边，你能认出我吗？你当时恨极了我，既然认出我，为什么不马上把我赶走？或者杀了我？我不敢认。我一边厌弃自己，一边不舍得拆穿。那几次，我即使看着你也会很想你。从我们分开以后，我没有一时一刻不想你。阿言，这一生太短了。以后我们都不会分开了。小姐，黑彻呀，还活着呢。你来做什么？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心眼怎么这么小呢？还我来做什么？送药，我给你送药。这是？这东西啊，叫冬绒花。这不听说它不行了吗？特意托人寻来的。虽然说它有剧毒。
这大侠就免了吧，看着不太方便行动。我来陪小师您。送客。此去路远艰辛，大漠更是万分凶险。如今你这身体，还是多带些人手，我才能安心。如今大敌已除，我们轻装上路，反而落得自在。况且，我时间不多了，这一程，我想陪着他。朕天居高位，所行狂悖，致使忠良蒙冤，佞幸当道，罪当朕功，弗敢自赦。今深臣既往之悔，寻为别功，尽善于人。此时纳承安，秉行康城，现于宵小谗言，今追抚原官，谥号文贞。擢封骠骑将军谢霆涵为护国公，辅助新帝治国理政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赤珠草天下难寻，但或许真的应了那句话：祸海遗千年。在大漠深处，我们终于求得生的希望。天下之大，我们会带着明月的那份遗憾，逍遥天地，恣意平生。